Hello，欢迎收看 It's 5PM Somewhere 的第一集，我是定。然后因为这是第一集，所以不免俗的还是要来讲一下节目的宗旨。这就是一个让你们可以边看我喝醉，然后边乱聊的一个节目。就这样，我之所以想要做这个节目，是因为我之前有在固定看一些美国的 YouTubers， 然后那时候我就有在想说，是不是哪一天我也可以自己来拍一些影片，然后有一个自己的频道这样子。但是那时候想的就比较笼统一点，就可能就是拍一些 vlog 啊，一些story time 啊，或者是说邀请其他的人来我的节目玩，然后玩游戏这样子。比较没有一个主题。然后这次因为台湾疫情的关系，所以目前已经隔离了快1个礼拜，但是看新闻好像也没有要好转的意思，所以就有一点没事做，就想说来拍一下 YouTube 的影片。但是我当时在想节目主题的时候，其实我也没有想很久，因为那时候刚好酒瘾发作，所以就是想要喝酒，然后想说，我可不可以边喝酒边做一个节目这样？在我把这个节目的名称跟节目的宗旨跟我朋友讲的时候，我朋友听到他就异常的兴奋，他就觉得快点做，他想要看这样，所以 It's 5PM Somewhere 就诞生啦，这个节目就诞生了。然后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角，噔噔，这个是法国波尔多布莱的什么什么城堡的红酒，法文看不懂。这支红酒其实是我上个礼拜冒着风险跑去家乐福买的，因为家乐福它其实是一个法国的品牌，然后我觉得他们的酒都还蛮不错，而且价格都蛮便宜的。但是我到现在还是很担心啊，因为毕竟你知道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以为要封城，就一窝蜂的跑去大卖场，所以那时候家乐福我觉得人算是没有到很多，但是也有一些人，所以我现在有点担心我自己会不会中标。如果最近这几天你在新闻上面看到哪个臭婊子为了买酒跑去家乐福然后中标的，不用怀疑，那大概就是我本人。不过我觉得为了酒瘾然后中标上新闻，好像也算是蛮传奇的齁。有点像之前在美国新闻上面看到，就是有一个人他为了约炮，然后刚好他约的那个对象他的比较大一点，所以他在帮他吹的时候，然后就他的喉咙就受伤，然后因此还送急诊，然后他也因此上新闻，这样就我可以跟他并列在同一个等级上面，还蛮荣幸的。言归正传，虽然今天是第一集，但是我觉得我还，Oh my god，怎么会这样？虽然今天是第一集，但是我觉得今天还是要有一点主题，不然就太无聊了。然后再加上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餐厅啊、酒吧都暂时不营业，所以我也没有地方可以去。然后我就决定今天来做一下在我去过的台北的 gay bar 或者夜店的排名，这样。好，第七名我给 G Star。我觉得 G Star 它好的地方就是在于它离我家非常的近，好像就只有隔了一个捷运站距离而已。第二个就是它放很多 K-pop， 因为 K-pop 在台湾我觉得已经比在美国主流很多了，但是台湾好像还是比较少，就是以放 K-pop 为主的酒吧或是夜店这样子。所以如果喜欢 K-pop 的人，像是我自己也蛮喜欢 K-pop， 就可以去 G Star 这样。只是我很不喜欢 G Star 的地方就是它室内可以抽烟，因为我自己不抽烟，然后我也不喜欢烟味，所以每次去完 G Star 我都会觉得我的衣服啊和我的皮肤都很臭这样子。我觉得室内可以抽烟这件事情是一个 deal breaker， 所以虽然 G Star 离我家很近，然后它又是少数会放 K-pop 的夜店，但是因为这件事情，我就会让我不想要去 G Star， 然后再加上它的酒，它的调酒就比较像夜店风格那样，就我觉得普，然后基酒可能用的也不是很好，喝几杯就头就很痛这样，也可能是我老了啦。
第六名我给 Commander D， 不过原因就只是因为我没有那么喜欢 BDSM， 所以对我来讲 Commander D 就没有那么的有吸引力。虽然我有去过，然后也有参观一下他们的暗房，就是你知道伸手不见五指，然后让你可以做一些害羞的事这样子。We are all sluts。第五名跟第四名其实有点并列这样子，是 Abrazo 跟 Hunt。先讲 Abrazo 好了 ，Abrazo 我很喜欢的地方就是它可能因为它是餐酒馆，所以我比较喜欢它的风格。像它的装潢就是一个蛮舒服的奢华的风格，有一点工业革命、蒸汽朋克的味道。刚好那个就是我很喜欢的风格这样。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它调酒蛮好喝的，像我第一次去就是喝它的葡萄，我就觉得惊为天人，然后很喜欢。之后回美国的时候，就时不时会想到那个调酒，等再回来台湾的时候，还为了那调酒特地跑去 Abrazo 一次。只是 Abrazo 我觉得也比较可惜的地方，就是在它虽然有分一楼跟地下室，但它一楼的活动空间很小，所以大部分人都是集中在地下室，偏偏又很多人喜欢去 Abrazo， 所以它地下室就是很挤，然后再加上它地下室又是吸烟区，只要假日的时候人一多，它地下室就是又挤又臭，我就觉得蛮可惜的。然后另外一个并列4、5名的 Hunt 它跟 Commander D 都是一样有主题性酒吧，但是 Hunt 它又没有 Commander D 的风格那么强烈，可能是因为我刚好去 Hunt 那几天都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这样子，所以我觉得 Hunt 它就有点像是dive bar， 它比较没有什么特别的点，它的客群比较稳定，大部分来的人都蛮固定的，所以如果有机会能够认识那边人的话，我觉得之后去都不太会无聊，都会有人跟你聊天。第三名我是给 Cafe Dalida， 它是在西门红楼那边，所以它人其实蛮多的，但是因为它又是露天型酒吧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在那边跟人喝酒还蛮舒服的。再加上西门红楼那边就是一个观光区，所以那边也蛮多外国人的。如果你不怕去认识人的话，我相信可以在那边认识到很多各式各样啊，或是来自不同国家的人这样。之前每个礼拜的周末都会固定办一些 drag show， 只是最近因为被邻居抗议的关系，所以他们不得不停办，这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地方。所以现在你过去那边的话，就是只能纯聊天以外都不能干嘛。虽然我觉得那边的环境很舒服，但是其实大家都是在各自的圈子里面，所以如果你没有那么的主动的话，如果你没有那么敢跟陌生人聊天的话，你一个人在那边其实会很无聊。像我第一次过去的时候，我记得我就是坐在中间那一棵树的旁边，跟那个服务生点完酒之后，我就默默的把那个酒喝完之后就离开了，什么事也没发生这样。总之我不介意单独前往啦，不过如果你有个伴或是有个朋友陪你去的话，那边是一个还蛮不错的地方。第二名就是我很常去的 Locker Room。我大概是2个月前第一次去 Locker Room， 在那之后的几乎每个礼拜我都会去个一次这样。我很常去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活动很多，然后我很喜欢看 drag show， 他们每个礼拜都会有大概3到4天的活动，每次活动都会有 drag show 啊，或是 Go-Go Boy 啊，但是我不太喜欢台湾的 Go-Go Boy。How dare you！ 另外我很喜欢的地方就是他们大概在表演结束之后，人散的差不多，那时候我觉得还蛮好认识人的啦，因为大家都已经有几分醉了，所以大家可能就比较open 这样子。缺点的话，我觉得它的空间很小，
它小到就是每次到假日的时候，尤其是假日有表演的时候，它都很多人，我就有被挤到，有一点幽闭恐惧症或者是人群恐惧症这个样子。然后我没有很喜欢他们的酒，但是他们的酒精浓度又蛮高的，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可以原谅。第一名就是 Triangle， 我很喜欢 Triangle 是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在台湾至少在 gay bar 里面好像比较少那种像美国的夜店那种就是可以跳舞的地方。我想要的跳舞的地方是可以跟着音乐摆动啊，就是如果你比如说跳累了或是不想跳舞，你也可以到外面去认识其他人。可能因为 Triangle 那边的外国人比较多，所以大家都比较 free 一点，大家都比较 open 一点。至于 Triangle 要讲缺点的话，它其实不是一个 gay bar， 它就只是一个月可能会办个1到2次的 gay night， 不然的话，我真愿意天天去 Triangle。好啦，以上就是我对台北的 gay bar 和夜店的排名。其他一些比较有名的，像是 Berry 啊、Bells 啊，虽然 Bells 好像也不是 gay bar， 反正就是这些我很想要去的 bar 都还没有去过，所以不好多做评价这样子。对，也欢迎在下面跟我分享你们的排名，或者是说有哪一些bar 或者是 club，你们会推荐我去看看的，也可以跟我讲。最后就是希望这疫情赶快过去，我们才可以再出去买醉。好啦，就这样，拜拜。